我原本很欣赏你，若江家肯听话，你或许已经是我的侧妃。萧敬轩，若有来生，我绝不会再让江家走进这座牢房等死，我会一样一样亲手讨回来。小姐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你一直喊二皇子的名字，现在是什么日子？景和23年9月初7。3日后，官兵抄家，江家满门入狱。10日后，所有人死绝。我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姐姐，你醒了吗？他还活着。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又和二皇子吵架了？我替你去骂他。不许去，这辈子都不许靠近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来杀我们的。去请周管家，告诉他封库清账。我的十里红妆田庄铺子首饰，小姐要清点嫁妆。不，小姐要3日之内全部卖掉，一个铜板都不要留下。小姐，这可是皇后娘娘亲赐的嫁衣，烧毁御赐之物，若传出去，不会传出去。奴婢绝不会说。我也不说。小姐，就算不说，你也不能把所有配装都卖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至少要夫人点头。我已经来了，所有人出去。赵雪，你说自己以后要嫁一个不会纳妾、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人，如今不想嫁可以不嫁，为什么烧掉？因为它不是嫁衣。是什么？是悬在江家脖子上的刀。雪儿，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娘，外祖父死前是不是给您留过一只紫檀木盒？你怎么知道？盒子藏在佛堂观音像后的夹墙里，里面有半枚沈家商印，一封外祖父写给您的信，还有一本从未入公账的商路名册。谁告诉你的？您。我何时说过？在天牢里。赵雪，把话说清楚。 3天后，父亲会被指控私劫皇子，倒卖军粮，勾结西戎，我们全家都会被关进刑部天牢。弟弟会为了给您拿半块饼，被狱卒活活打。他们送来一碗毒药，您怕他们灌给我，便自己喝了。父亲被裴文哲用刑致死，最后他们用白绫勒死了我。住口！娘，我也盼着这只是场梦，可我知道紫檀盒藏在哪里，也知道外祖父信里写了什么。你真的死过一次吗？娘，3日后不是普通抄家，二皇子从一开始就没想让我们活着出牢。 疼吗？娘，我好怕！我看着雨安死，看着您死，看着父亲死，我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。这一次不是一个人。告诉娘，你准备怎么做？第一，3日内把能卖的全部卖掉，不能全换银子。一旦拆家，银票和金银最容易被搜走，所以换成粮药、棉布、铁器、种子和工匠，还有盐。盐不能少，但不能从官盐铺一次买太多，会被盯上。走沈家商路，分6处收。娘还能调动多少人？ 你外祖父留下的12条商路还有7条能用，掌柜、船主、驼队头领欠沈家人情的有26家。你既然要迈进10里红妆，便不会只为了在京城藏粮。你想离京，父亲不能走，他一走，二皇子便能坐实谋反，顺势夺走镇西军。那怎么办？流放，让朝廷亲自把我们送出去。对，可你刚才说我们前世死在天牢，根本没有等到流放，所以我要逼他们尽快下旨，让皇帝不敢把江家留在牢中，也不能直接杀掉父亲。靠什么逼？军粮案。 二皇子想让江家背锅，我们便把一部分锅送回他手里。赵雪，你可以报仇，但不能让仇恨把你变成萧景玉那样的人。我们要活，也要让那些愿意跟江家活下去的人有路。女儿记住了。赵雪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夫人也同意卖嫁妆，不止她的。 我的陪嫁也一并变卖，田庄换粮，铺子换药，首饰换铁器，今日便着手去办。那这些东西总要有个去处才行啊！我要用10里红妆换这3座荒城。听说了吗？江家小姐把皇后赐的嫁衣都烧了，何止嫁衣，她连柳泉庄都要卖，那可是2000木匠上得水田。八成是和二皇子闹了脾气。 这是前朝凤钗，光东珠便值1000两。如今满京城都知道江小姐急着卖，东西再好，急卖便要折价。800两可以，小姐，但我不要银子。那要什么？关外耐旱麦种500担，豆种200担，再加20车粗盐。江小姐，您这是要开粮铺？换还是不换？麦种不值这么多，剩下的算你的运费。成交。
江小姐想惩领赤石、望沙、黑水3城。是。你拿2000亩良田换3座废城，简直是在把金子扔进沙里。我乐意。好一个我乐意！江小姐近日的动静，倒让京城很热闹。柳泉庄你也舍得？可以，只要裴大人答应我的条件。说说看。第一，新开当地15年内所得归承契人分配。第二，允许招募流民，赎买最急工匠。第三，按旧屯垦法设户口民团，人数不超过800。江小姐，这不是买荒地，你这是要在3城当土皇帝。城人归朝廷，官印、司法、盐铁都受朝廷管辖，我只要修成屯垦和用人的权利。可以，但工匠只能从户部最急名次里挑，最多120人。我全要。你不看看都是什么人？会砌墙、开渠、打铁、木工的便行，其中有犯官之后，也有不服管教的刺头。我要的是手艺。希望江小姐到了西境，还能这么想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归江小姐调遣，去了3城，若敢逃跑，罪加1等。从一个牢坑换到另一个牢坑罢了。你会什么？看水。小姐别听他吹牛，他父亲谢衡当年修渠溃坝，淹死了300多人。那条坝不是我父亲修他的，现在他们是我的，我不买你们的命。到了3城，每人做满1年，便能用工钱抵最急赎身银。你真让我们走？我需要能干活的人，不是被锁链拴住的人。把3城玉图给我。旧水道。这3座城不是3座4城，他们原本共用一套山水渠。江小姐，你买下的不是3座废城。江兆学，侯爷，小姐还在账房，让她出来。父亲回来了。你还知道我是你父亲？赤石、望沙、黑水，哪一座不是连辽民都不愿去的死城？你拿柳泉庄换他们，问过谁？问过我。我的私印是我亲手交给赵雪的。胡闹！父亲要杀我吗？我要把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打醒！那请父亲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什么？西境30万担军粮，真正送到军营多少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二皇子和裴陀吞了军粮，他们还把一部分粮通过黑水旧漏卖了出去。胡说！二殿下再糊涂，也不会拿边关将士的命做买卖。前世您也是这么说的。什么前世？9月初10，侯府被抄，罪名是私劫皇子，倒卖军粮，勾结西戎。江家满门被关进刑部天牢。还剩3日，你便知道朝廷要用什么罪名抓我。因为我已经死过1次。裴文策逼您交出镇西军旧部名册，他们折断您的手指。我死之前，裴文策亲口告诉我，江家一个活口也不能留。他知道紫檀河，也知道父亲写给我的信，那些事我从未告诉任何人。你信他？重生这种荒唐事你也信？我不敢不信。父亲去哪儿？去二皇子府。您不能去。若他真敢动江家，我现在便去问个明白。前世您就是这样做的。什么意思？抄家前1日，您发现军粮数目不对，曾去二皇子府质问，他向您保证会在御前替江家作证，您信了。第2日，搜查侯府的人直接走进书房，打开东侧第3排书架后的暗格。你怎么知道暗格？里面放着3年前二皇子写给您的信。信中他说，只要江家在楚魏之争中保持中立，他便保江家世代镇守西京。搜出信的人是裴文策。那封信除了我和二皇子，没人知道。不够，真正的信要烧，但暗壳里还得留一封假的。我现在烧了它。二皇子要拿这封信杀江家，我们便让他不敢把他拿到皇帝面前。你想往信里写什么？黑水旧道、军粮交割，还有二皇子死事的暗记。你从哪里知道死事暗记？在天牢里，裴文策每次来审我，腰牌背面都有那4段暗符。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为何要买3座荒城？您一旦私自离京，二皇子便能坐实谋反，夺走镇西军，所以要让朝廷亲自把我们送出京城。二皇子想让江家死在牢里，我便逼皇帝尽快判我们流放。你拿全家性命
赌皇帝会把我们送去三城。若你算错了呢？那我就再想办法。再想？进了天牢，还有几日让你想？7日。所以我必须在那之前准备好粮、药、证据和退路。父亲，我不求您立刻相信重生，我只求您这3日不要去二皇子府，不要把军粮平分交给任何人，也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准备什么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称病、闭门谢客，尤其不能见二皇子的人。我给你1日，明日此时，你若拿不出更多证据，3城契书作废，所有物资停止外运。若我拿得出呢？从那一刻起，江家不再把命交给萧景恒。皇后娘娘口谕，请江小姐立即入宫赏花。深夜赏什么花？娘娘说宫里的昙花今夜开，江小姐请吧。从现在开始，您病了，你一个人进宫。皇后要看的就是我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愚蠢，那我便让她看个够。赵雪来了，臣女参见皇后娘娘。快起来，不过是叫你来赏花，怎么脸色这样白？臣女白日忙着卖铺子，没顾上用饭，卖嫁妆比吃饭还要紧，臣女怕晚一步就舍不得了。为何舍不得？都是母亲给臣女准备的。既然舍不得，为何还卖？臣女不想嫁人。是不想嫁人，还是不想嫁给某个人？娘娘恕罪，本宫还没怪你，你怕什么？是不满意二皇子？二殿下身份尊贵，是臣女配不上。实话。臣女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嫁进一座很大的宅子，门从外面锁着，臣女怎么喊都没人开。后来有人拿着白绫进来，只是一个噩梦，臣女知道。可醒来后，臣女一看到嫁衣就害怕，所以把它烧了，又买了3座荒城。臣女想那里离京城远，以后谁逼臣女嫁人，臣女就躲到自己的城里去。你以为买了城便没人管得了你？城契上写着，臣女可以在那里修屋开田，可也写着你要承担27万两旧债。臣女有嫁妆，可以种田还债。果然还是个孩子，先吃些东西。你父亲今日为何突然回府？父亲知道臣女卖了柳泉庄，回来骂臣女。听说侯爷旧伤又犯了，父亲胸口疼。侯爷近日可曾提过西境军粮？军粮就是边军吃的粮。父亲从不与臣女说军务。那沈家的商队呢？你买粮买药倒像很懂。都是臣女列单子，让母亲和周管家去办。为什么要买这些？修成当然要用，修成还要解毒药。崔皇后连我买过什么药都知道。沈家商路里已经有人泄密，臣女怕被蛇咬。你呀，胆子小，脾气倒大。二皇子前几日是不是见过你？见过。他说了什么？赵雪，本宫在问你话。殿下问臣女愿不愿意以后常进宫陪娘娘。只有这些。殿下还说，江家若肯帮他，将来臣女想要什么都有。他亲口这样说。臣女不知道的殿下要江家帮什么，臣女回去越想越怕，才烧了嫁衣。二皇子只是与你玩笑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前世就是他把毒药送进天牢，说是皇后赐给母亲的补药。白芷懂些医术，会调安神香。你近来总做噩梦，让他随你回府住几日。奴婢见过江小姐，白芷姐姐既懂医术，正好也替我父亲看看旧伤。父亲不喜欢见生人，那你先住在母亲院里。母亲每日都去劝父亲喝药，你跟着她便能见到了。就依赵雪。小姐，您方才为什么把二皇子的话告诉皇后？因为她最怕的是萧景恒背着她许下不该许的承诺。皇后会以为我卖嫁妆只是被她吓到了。那白芷呢？是皇后送来盯着我们的眼睛。那为何还收下？眼睛放在明处，总比藏在暗处好。而且白芷欠家1碗药。小姐，夫人和侯爷都在等您。出事了。沈家有个老伙计，常给刑部送炭，今日刑部突然让他多送20坨。为什么？天牢东区清出了7间牢房，原来的狱卒全部换走，接管的人是裴文策亲自挑的。东区7间牢房，与前世一模一样。刑部厨房也换了人，新管事是二皇子府长史的远亲。萧景莹不只准备好了罪证，
连牢里的东西都安排好了。皇后问了什么？军粮、沈家商队，还有您的伤。父亲，这算不算第二份证据？从今晚开始，我闭门养病。父亲信我了。我信萧景香已经准备让江家进牢。还不够。什么不够？我们知道牢房已经准备好，可萧景恒还不知道，我们知道了。明日之前，我们要替他准备一封足以让皇帝不敢杀江家的信。你想放一封什么信进去？不能是二皇子写给您的。为何？笔迹太难仿，一旦被查出作假，江家便再无翻身余地。那写谁的？您的。我亲手写一封通敌信？不是通敌信。这还不算通敌？单看这一句算。继续看。这封信能让江家和萧景寒都脱不了罪。皇帝可以杀武将，却不会连皇子一起埋掉。你是想让陛下留下我们审问？那拿什么证明和二皇子有关？这是二皇子死事的互认暗照，前世裴文泽每次进天牢，腰牌背面都有。我没见过。皇帝的暗卫见过。你确定？那便是赌。父亲，我们已经站在刀下，不赌这一手，3日后第一个死的便是雨安。白芷姑娘，老爷正在发怒，你还是别进去了。他来了。父亲，您现在是一个败家女气的旧伤重发的父亲。你倒安排的明白。还差一件。什么？把药喝了。黄连。治火气，白芷就在外面。喝完再骂我，声音会更响。你把那些荒城契书全给我烧了！老爷，赵雪已经知错了。他拿2000亩良田换3座死城，江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夫人，奴婢去配一副安神药。有劳白芷姑娘。这药真苦。前世娘喝的那碗比这苦。把笔给我。这封信放回暗阁以后，谁都不能再碰。还有一件东西，把裴家司空印记那一角撕下来，夹进信封。为何不放整张？整张征替江家辩解，还不能让他们拿到。现在是要让皇帝知道裴家也碰过粮。你连证据都只肯给一半。给全了，他们便不需要活人开口。刑部送炭的老伙计又递了消息。萧景营察觉到了。还剩多久？不到12个时辰。粮种只运走3成，药材还在铺子里，工匠也都在户部南仓。现在4路同时走，粮种挂沈家商号的车贩，每10辆一队，不许连在一起。药材分2家车队，以赈灾药材的名义出城，工匠换修成劳役文书，从西门走。户部只盖了总契，没有逐人文书。我能写。谁准你进内院？若再等半个时辰，120个人谁也出不了城。你能仿户部格式？不能仿官印。印在总契上，将工匠分成3批，附在赤石、望沙、黑水修缮名册后。120人，够。谁来抄？奴婢会。半个时辰写不完，那就少说2句。铁器和棉布走北门。你要用军车？只有父亲的军令，北门不敢细查。军车一动，萧景恒便会知道。他已经知道了，现在比的是谁更快。等等，让江城里押第3队粮车。城里少爷熟悉账目，押第1队不是更稳妥？正因如此，才不能让他碰真正的粮。你怀疑他？前世抄家时，只有他没被关进东牢，他可能根本没被抓。第3队装什么？陈粮和几本假账，最后一页盖裴家司的残印。若他有问题，他会替我们把刀送到裴家手上。你不抓他？现在只能抓到1个内鬼，放他出去，才能找到他背后的人。夫人，府里为何一夜之间要出这么多车？老爷要我把赵雪买来的东西全部退掉。这么晚，商铺都关门了。白芷姑娘似乎很关心江家的账。奴婢多嘴。不，你只是要给宫里一个交代。夫人误会了。老爷旧伤犯发，怒急吐血。你今晚若要传消息，传这句。你送出的每个字，都可能变成杀人的刀。奴婢明白。
小姐已经出去4成。第3队呢？江城里刚带着车往南门走，后面有没有人跟？派了2个侯府救兵。小姐，第3队在南门被扣了，为何被扣？守门校尉说，接到密报，江家粮车里藏有通敌账册，车才出府，密报便到了。不是密报来了快，是有人早就在等这辆车。我带人去南门。父亲现在重病卧床，10车粮和几本账册，难道就这样不要了？那本来就是给他们的。小姐的意思是，真正的粮种在第1队，第3队下面装的全是受潮的豆子。若他是内鬼，便替我们把假账送到裴家手里。程李少爷还在南门与守军争执，他说大家一起堵在门口，守勤官便不敢全扣。他想堵的是后面的药材和工匠，后续车队全部改走东门和西门。传话给江城里，就说侯府愿出300两疏通，让他守着车，务必把账册带回来。明知他是内鬼，还给他银子？不给他怎么相信我们慌了？若他把账册交给裴家呢？正合我意。假账和假信单拿任何一份都足以定江家的罪，可2份放在一起，便会多出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江家账册里为何有裴家的私仓印？我要逼皇帝看见，账本背后还有裴家和皇子。这只能让皇帝审问我们。我们前世缺的就是活着开口的时间。同福今早还在我这里，不见了。是不是落在前院？来不及，西门换之前只剩2颗钟。按他说的办。喂，120人分成3侧。户部格式哪有问题？缺一个押送交接同符。先用这个。没有同符，韩烈不会解人。韩烈认识侯府救兵，可以认脸。若救兵被换了呢？押送的人里只要有1个裴家的眼线，所有人就会被重新扣回罪级。我不是在帮江家，你是在帮那120个人活着离开。姐姐，铜符是什么样子？半个8巴掌大，青铜铸的，上面刻着一个西字。是不是这个？刚才掉在账房门口，我想给姐姐，可你们一直在说话。青霜，立刻送去西门。小姐，东门开始查车了，说接到刑部公文，所有出城药材都要开箱验看。青霜跟药车走，铜符交给叔父。南门守军抢了粮车，说里面有江家通敌的证据。你怎么回来的？侄儿被打晕后扔进巷子。城里哥哥伤得重吗？皮肉伤。账册呢？是我没护住东西。不是哥哥的错，他们有没有问别的？从哪座门走？北门。工匠明明走西门，所以他殷正的铁器和棉布改从南侧沈家码头走水路。我去安排。娘，您要留下看住宫里那双眼睛。那谁去码头？老奴去。您还要统筹府中。奴婢去。东门要车怎么办？兵马司封接了，所有人立刻回府。只是送到城外，交给韩统领，我就回来。藏在佛堂家墙里，为何不一起送走？这是证明裴家吞军粮的完整账目。放在城外可能被劫，留在府里不是更危险？他们会搜暗格，却未必敢拆皇帝赐给祖母的观音像。若真被搜到呢？那便用他换全家出牢。小姐，是裴文策。于安呢？方才还在院里。青霜，去找他，其余人不许乱。他们来得太快。
父亲回房，娘看住白纸。周管家，告诉所有人，不抵抗，不逃，让他们按照我们准备的路，一步一步走进来。江小姐，别来无恙。裴大人深夜带兵闯入侯府，也算无恙。奉陛下口谕，查镇西侯思杰皇子倒卖军粮暗通西戎一案。荒唐！侯爷守了20多年西境，怎么可能通敌？老爷旧伤复发，已经昏厥。那更该让太医看看。侯府已经请了大夫，民间大夫如何比得上宫中太医？裴大人，侯爷确实吐了血，脉象如何？气血逆行，旧伤复发，不宜受惊。既然不能受惊，那便不惊扰侯爷，先搜其他地方。都不要跑，站在我身后。夫人，我们会死吗？只要不反抗，就不会。裴大人，库房大半是空的。空的？现银不足4000两，首饰古玩不足10箱，粮仓里也只剩旧粮。堂堂镇西侯府，只有这点家产，都被我卖了，去换成3臭善所需的粮、药和铁器。东西呢？已经送去西郊仓场。什么时候送的？今日。为何偏偏是今日？因为父亲知道我买了荒城，逼我把东西全部退掉。退东西要送出4座城门，铺子不同，仓堂自然不同。江小姐以为本官是来听你说这些孩子话的。裴大人若不信，可以去问皇后娘娘。启禀裴大人，从粮车中搜出可疑账目。景和22年，粟米3万担，由黑水旧道送出；景和23年，粗盐2000担，换战马300匹。粮车是江家的，护送人也是江家旁支。账册从车里搜出，你说是假的？这是假的，失踪了。江城里呢？畏罪潜逃，不足为奇。城里哥哥不会害江家。人心隔肚皮，江小姐还是太年轻。封存，立即送刑部。大人，书房发现暗格，里面藏有密信一封，呈上来。裴大人，信中写了什么？与你无关。本将奉部军口谕协同查案，都要列入清单。自然会列。那是谁的信？你不知道？父亲书房从不许我进去。二皇子可曾来过侯府？来过。说过什么？殿下说，只要江家肯帮他，我想要什么都有。住口！是皇后娘娘问我的，臣女不敢撒谎。镇西侯何在？我在。从哪里搜出来的？您的书房。有人陷害江家！信和暗格都是侯爷书房里的，如何陷害？我要见陛下！进了刑部，自会有人审问。镇西侯江振茂涉嫌结党通敌，侵吞军粮，江氏全族立即收押。江家下人不知军务，此案与他们无关。是否有关，审过才知道。老奴跟侯府30年，有什么话问老奴，不要为难孩子。我们愿意受审，先放了年幼的。户部登记在册的120名工匠，他们与侯府无关。江小姐此时还惦记工匠？契书上有户部官印，裴大人若把他们也当成江家同党，便是在说户部把120名同党亲手交给了我。名册在户部，可另行暂不要按江氏族人收押。玉安呢？小姐，哪里找不到小少爷？江家小公子逃了，他还在府里。那便搜，掘地3尺也要把人找出来。赵雪，玉安会去哪儿？难道玉安跟车出城了？先别慌。江小姐怎么提到弟弟便怕了？他只有11岁，大人若连一个孩子都要怕，真正害怕的人便不是我。副统领，城西发现一辆翻倒的修成劳役车，车边有打斗痕迹。车上有孩子吗？只找到这个。这是我给予安修的，他人呢？现场没有尸体，押车的人也不见了。看来江家不仅转移财产，还提前送走了血脉。他不是逃犯，全部带走。
就是前世我们死的地方。赵雪，看着娘，这一次我们都活着进来了，也会活着出去。好。江振岳单独关押，沈氏江兆雪关第2监，其余家仆按男女分押，不能分开。进了天牢还由得你挑房？父亲旧伤复发，必须有人照看。死不了，带走。公府统领，何事？陛下口谕是收押候诊，还是秘密处决？大胆，敢拿陛下压刑部？我不敢，只是家父今日若死在东牢，明日便无人解释黑水旧道、裴仁司空印和皇子暗记。侯爷只是分押，谁说要死？镇西侯案牵涉皇子与军粮，陛下未下审讯口谕前，任何人不得私提人犯，不得单独用刑，所有饮食药物必须记当留量。顾将军，这是刑部，政务由禁军共同封存，人若死了，你我都要进御前解释。那便将江氏一家关在第1监。怕了？怕，但怕也要记住，从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能直接吃。吃饭。姐姐，我没有痛。赵雪，这是现在，不是前世。江小姐嫌牢饭难以下咽，这饼不能吃，里面有东西。发霉而已，吃不死人。那请魏大人先吃一口，饮食必须留量。我要留到明日，请太医验。天牢哪来的太医？暗涉皇子，明日御前必会有人来审，届时把饼一并呈上。怎么怕人验？牢饭不许私藏，那便连桶一起留，收走，重新送一份。不必，今晚我们不吃。可你已经1日没进食，一夜饿不死人，吃错一口，可能见不到明天。你闻出了毒？不确定。那为何坚持不吃？前世第1夜的饭没有毒，这一世有了，说明萧景恒已经知道贾欣让申事情脱离了他的掌控，所以他想在陛下审问前让我们病死。只要有人吃了，明日便能说江家畏罪自尽。他连1夜都不肯等，他怕那封信真的送到皇帝面前。侯爷，还记得雁门关外的伙房吗？你是小的卢大海。18年前大雪封路，军中断粮，是侯爷开了自己的行粮，让我们一营人活下来。我不记得你。侯爷救的人多，不记得正常，可小的记得。这里面是干净的炊饼和水，放心吃。小姐谨慎是对的。二皇子府的人昨晚便来过，给魏成100两银子。让他做什么？3日之内让侯爷旧伤复发，4人之内让夫人病亡。还有我和元呢？没听见小公爷的名字。至于小姐，他们说留到最后。外面现在如何？裴文策带着密信进宫后一直没出来。半个时辰前，宫里又派人去了二皇子府，召萧景恒入宫，说是陛下急召。有人来了。每人1样多。赵雪多吃些。不，从今天开始，谁都不能把口粮让给别人。这一世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吃下自己那一份。好。裴大人，这么快又见面了？那封信是你准备的？什么信？走，陛下有旨，裴文策涉嫌隐瞒案政务，暂押东牢候审。裴大人，东牢的饭不好吃吧？却江小姐这是夜和裴家上宴。我听不懂。你以为把水搅浑，江家就能活？殿下救你了吗？不过过一夜。裴大人昨日还是奉旨抄家的钦差，今日却与我们隔着一条走廊坐牢。若真想救你，昨夜就该来。住口！殿下只是在御前受阻，等他出来先杀你。死人不会嫌你。裴大人，二殿下有话。殿下怎么说？军粮账册是您伪造的，镇西侯书房里的信也是您擅自替换。胡说！瓶里的东西不会让您受苦。殿下说，
这是裴大人最后一次尽忠。安静！现在还觉得他会救你？是你害我！是你替他杀人太久，忘了刀钝了也会被扔掉。是毒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让该认罪的人认罪。你还想等朝廷还江家清白？我现在要的是命。什么意思？镇西军巡逻暗记，30为人，横直向西，人活着往西去了。是玉安。城西驿道旁发现的，还有半枚刻着西字的铜符。是谁发现的？一个给驿站送草料的老兵，他说暗记旁还有车轮印，往30里铺方向去了。韩烈在那里接人。玉安在找我们的人。今日午后，大理寺要提审，听说陛下只给程大人半日，问不出结果，明日便要分押。不能等到明日。前世第3日，江徐安死，这一世弟弟不在牢中，可死亡未必会消失。江振岳，这封信是不是你写的？笔底是我的。内容呢？二皇子曾让我暗查黑水旧道，何时？3个月前。为何不报朝廷？我尚未查清。你是镇西侯，不是二皇子的私臣。正因不是，所以我没有交出查到的军粮凭单。凭单在哪里？江家被超市失踪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在哪里？我要先问大人一件事。你没有资格谈条件。那大人便永远别想拿到完整账目。威胁朝廷？是自保。将卷交军粮账目，也愿接受流放。案情未明，你急着认罪？江家只认失察，江家愿交出爵位，以3成修缮劳役抵罪。你倒会挑。赤石望沙黑水3成欠户部27万两旧债，江家一死，成器作废，朝廷还要另拨修成银两，把我们送去3成，朝廷1两银子都不用出。镇西侯离开京城，也无法参与夺嫡。到了西境，又在地方官和边军监视之下，对陛下而言，流放比杀人更稳妥。这些话是谁教你的？人在牢里，便会明白道理未必能救命，但让对方看见利益，或许可以。你要完整账目换全家流放，还有120名工匠，你还要护住那些罪迹工匠。他们有手艺，也有命，江家不能为了活，把无辜的人重新推进牢里。若陛下不准呢？明日以后，军粮账目便永远不会出现。你敢毁政？我不敢，但想毁政的人很多。程大人，二皇子刚刚派人给我送毒，让我认下伪造账册和替换密信的罪。裴文策，你不要胡说！瓷瓶碎片还在我牢里，苦杏味儿，所有人都闻得到。封锁东牢，一个都不许离开。程大人，拿下！你赢了半步，只是暂时没死。你要用账目换流放，为何不先与我商议？时间不够。那清白呢？以后再讨。父亲，前世我们就是太相信清者自清，只有活着，才有资格谈清白。陛下口谕：镇西侯江振岳革除爵位，江氏家产充公，因军粮案尚有疑点，暂免死罪。江氏全族并所属修成罪押，于3日后押赴赤石城，以修成屯营抵偿3成旧债。终于不用死在这座牢里了。完整账目呢？出京之日，我会告诉大人第一处藏刺地点。你还留了一手？是很多手，因为我要对付的不是一个会讲规矩的人。赵雪，你多吃一些。谁在推让，便都别吃。侯爷入了天牢，脾气倒更大了。我若脾气不大，你们母女能把自己的口粮全塞给别人？江小姐，陛下要的第一处账目在哪里？先给我看押送文书。你还怕本官骗你？我怕的不是程大人，是文书离开大人手里以后，会不会换一个字？押送官是谁？兵马司校尉冯奎。刑部罪犯为何由兵马司押送？刑部人手不足。这是二皇子的人。没有证据，不要妄言。
他腰间是不是挂虎头牌？你怎么知道？能否换人？文书已经盖印。那请程大人在押送名册末尾再加一条。什么？江氏全族抵达赤石城前，每经过一处驿站，由驿城清点人数记录伤病。流放犯没有这种规矩。军粮账目也没有落到大理寺手中的规矩。若我们途中全死了，完整账目永远不会出现。你是在威胁本官？萧景恒敢在东牢给裴文策诵读，也敢在路上制造山匪。每站清点，一城签押。名册一式3份，1份刑部，1份大理寺，1份交禁军顾副统领。江昭雪，你到底还有多少后手？够我们活到赤石城。镇西侯府佛堂，御赐观音像后的夹墙。完整账目在那里。第一册。剩下的呢？等我们平安走过第一座驿站，本官会派人取账。若里面没有东西，我任大人处置。你以为留下几本账就能扳得倒殿下？不能。那你费这些力气做什么？先让他不能随意杀人，让他每天都害怕下一本账会落到谁手里。殿下不会怕。昨夜的毒是谁送给你的？会杀自己人的主子，最先失去的从来不是权势，是没人再敢替他卖命。老奴随江家去赤石城。奴婢也去。去了皇城会有饭吃吗？我不能保证顿顿有肉，但只要还有1粒粮，就会按劳分，不会因为谁是主子谁是下人，便让一个吃饱，另一个饿死。若根本种不出粮呢？那就修水渠，开荒地。还种不出呢？办法总比饿死多。跟江家多年，今日想走，领10两盘花。侯府现在哪里还有银子？这里还有被抄家钱，侯府账房有一笔遣散银已经登记。确有此项。活命不是罪，出去后别再回来。江昭雪，裴大人还有话。殿下不会让你到赤石城。我知道，他若不动手，我便找不到活久一点。等下次想杀你时，你会愿意告诉我更多。赵雪，我们出来了。只是出来了，还没有活下来。江小姐，听说你为了让我们同行，又拿账目威胁了一次朝廷。不是为了你们，是为了3座城。最好如此，人情太重，我还不起。到了赤石城，用水渠还。时辰到了，所有人上路。就是这个。对，前世进牢的死士也有同样的牌子。看来萧景轩连换一批狗都嫌麻烦。江昭，改道，西驿官道在左，前方桥塌，走鹰蛇岭。林窄林密，两侧都是陡坡，适合埋伏，适合埋尸。罪犯不得交头接耳。江源来过这里，韩烈也在。父亲，我们的人先到了。山匪袭击，保护囚车。趴下！山上有人，先杀江振岳。赵雪，带你娘推到囚车后。父亲，你的锁。过来。都杀过来了，你拆车做什么？开锁。用这个？没有钥匙，就自己做钥匙。上锁呀！给侯爷！江家旧部，随我下山！拦住他们！冯奎穿着朝廷的甲，干着山匪的活。你祖宗知道吗？江家通敌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通敌证据还在御前审，你却提前知道江家该死。看来给你命令的人比皇帝还大。有本事杀了我！杀你太便宜。你不是喜欢押送罪犯吗？赤石城缺人采石，你这双手还能干几年？再骂一句，老子先让你少2颗牙！军令呢？
没有军令，只有一张二皇子府长史签发的制银条。你胡说！我怕事后被灭口，偷偷留了一份。这不是定罪证据，还不够。他可以说是正常缴费，但若再加上这个，就够皇帝问一句了。这能证明冯坤是二皇子的人，也能证明伏击不是山匪所为。下一处驿站交给义慈燕峰，再抄2份，送大理寺和禁军顾府军里。你以为走得出鹰蛇岭？至少还有30人，我们有多少能战？救兵24，投降官兵17，工匠里有力气的40余人，但没兵器。有兵器在哪儿？头顶。这里已经修过拦水坝，抽掉最下面2根木头，石头会往山道中间淌。能隔开骑兵？能卖一半半。不杀到没有退路，只封路。那便只抽左边1根。他们要回山路，快冲！现在！他们一时过不来。愿意随队去赤石城的，站到左边；回京自首的，站右边。侯爷真让我们走？回去后，把今日所见如实告诉大理寺。老子记得你们的脸。带一句话给程慎。什么话？江家活着走过第1站，第2侧账目便会出现。告诉他，二皇子第1次灭口失败了。小姐，在哪里找到的？鹰首岭西南3里，旁边还有小公子摆下的十子记号，写了什么？继续向西。那颗麦粒呢？少爷他有吃的。继续走。不等少爷吗？他在往30里铺走，我们也去。路上不许掉队，今晚之前必须到第1座驿站。为什么这么急？因为只有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们活着，二皇子才不能再把这一场伏击写成山匪杀人。鹰朔岭遇袭，请赵一筹依照御批条款清点人数，记录伤情。流放队伍的事向来由押送官自己报。押送官就是后面那个。赵大人，江家聚众造反，他们勾结山匪，还把我绑了。谁敢动？小姐，他们摆明了想倒打一耙，所以才更不能拔刀。这里有大理寺少卿程慎亲笔添加的逐一清点条款，还有5名官兵已经回京作证。赵义成今日若不验，明日大理寺问起，只会认为你与冯奎串通。江小姐不要吓唬下官。那便验文书，顾廷川留存的禁军复印，程慎的签押，刑部大印，一个不少。开门，所有人依次入院。赵丰年，你敢帮罪犯？认盖印的文书，奉旨杀人，便把圣旨拿出来。原押送官兵多少？40人。死了多少？无人死亡。重伤6人，留在鹰蛇岭山脚，由韩家救兵看守遗质。其余有人逃走，有人回京作证。兵马司办事，不需向罪犯解释。搜！这里正在核认大理寺押送文书，外人不得擅入。赵义臣，你想包庇逃犯？本官只按规矩办事。你们去过费窑？玉安在那里？拿下江家反贼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兵马司根本没有这样的追头令。不是来抓逃犯，是来灭口。孩子在哪儿？
我不知道。再说一次。